把衣服脱了，钻进这口笼里。若能撑过这一炷香，我便饶恕你。小姐，老奴不过是误扫了落英，扰了您赏景的兴致，您又何苦这样以死相逼呢？不可啊，那就让你的女儿进去吧。不，我求求你，求你放了南希，你说的我都去做。求小姐放过我娘亲，求小姐放过我娘亲，求小姐放过我娘亲。静儿，别怕，如果有下辈子，我还想当你的娘亲。娘亲，娘亲。若有人问起，就说贱奴沈氏与人通奸被抓，自缢于樱花树下，以免传出去毁我门生，影响3日之后的大选。是，我娘亲什么都没有做错，你凭什么杀了她？就凭我们小姐马上要进宫选秀，成为宫里的娘娘，天底下最尊贵的女人。而你们不过是几只蝼蚁，也配对此质疑？拖去后山喂狼。娘亲，娘娘亲，南星这就来陪你。醒了，把药喝了。放开我！我要去杀了林殊，以为母亲报仇。她已被封为皇后，你这样贸然找上门去，无异于送死。那又怎么办？拜我为师，我会教你魅惑男人，助你进宫得宠，这样总有一天你会把他踩在脚下。报仇雪恨。师父，清水出芙蓉，天然去雕饰，不错。为师在你身上种下的好运莲，皇上每宠幸一次，它便会绽放一次。等它全部盛开之时，你就会怀孕。如今皇室子嗣凋敝，若你能生下皇上的第一个孩子，定能一步登天。南星谨记师父教诲。不过为师也要考考你，有没有勾得皇上宠幸的手段？这第一关是考验你对男人的诱惑。我要你躺在这床上，感觉出这10层厚的被褥下究竟哪里放着一颗黄豆。师父，这里硌得我好不舒服呢。肌肤娇嫩，吹弹可破，不错。
身体柔韧，姿态妖媚，足以让男人发狂。考核通过。第二关是考验你伺候男人的技巧。我要你双腿夹着这枚鸡蛋，在不弄碎它的情况下，将这卷纸折成一把纸扇。不错，技巧成熟，通过。这第三关是考验你的心性。要想勾引男人，就得自己不被情欲所控。你要是连我的挑逗都忍不了，也就不必想着去诱惑皇上。可是总是红袖切进心念念里，情和落叶，然后总有轻轻轻这条天千里，我写。很好，你本次的考核。考验不合格，不许进宫。为什么？我不是都已经合格了吗？师傅，我不过是佯装受伤，你便迫不及待的上来帮我。若我是敌人，你早就死在我手里了。如此心软重情，在这吃人的皇宫里，该怎么走？我无需多言，我说不许，就是不许。对不起，师傅，为了报仇，我已经蛰伏10年，实在无法再等。明日的秀女大选，我势在必秀女入宫。还以为来这参加大选的秀女长相得有多出众呢，不过是这么一群歪瓜裂枣，真是枉费本小姐精心装扮一番。那是自然，论家世样貌，在座各位有谁能比得上夏姐姐？今年这殿选第一，定是夏姐姐的了。好美啊！好美啊！这是哪家的姑娘？怎么从没见过？哇，这是谁家的小姐？真美！不知道哪个穷乡僻壤来的穷酸户有什么美的，连个金饰都戴不起，真叫人笑掉大牙。妹妹家境贫寒，不如姐姐珠光宝气，这倒是让我想起了一个典故，说是前朝有位公主爱金，就连吃饭的桶都要镀一层金，否则就不吃，最后被活活饿死了。你想说什么？饭桶就是饭桶，镀了一层金，又能怎么样呢？你竟然敢说我是饭桶！大选正式开始。是不是饭桶？等会儿比一下不就知道了。书法比试第1名沈南星。
女工笔试第1名，沈南星。舞技笔试第1名，沈南星。殿选结束，等会儿各位小主画像就会送到皇上跟前儿。皇上看完画像以后，便会宣布今日殿选成绩。夏姐姐乃高门贵女，当今皇后娘娘的表妹，怎会处处输给一个乡巴佬？输？谁输谁赢，你且等着瞧吧。皇上皇后到！参见皇上，皇后娘娘。真好玩，好玩。10年了，我总算等到了和你再见的这一天。免礼。苏公公，宣布前3甲吧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，在本次殿选中获得第3名的秀女是知府之女傅华，第2名刑部侍郎之女夏迎春。夏姐姐第2的话，想必第1名就是沈南星了吧？第1名桃源县城之女安宁荣。怎么回事？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怎么会是安宁荣？怎么不是她呀？怎么不是她呀？对呀，好奇怪啊！这就是本次殿选的前3甲。不错，就按老规矩吧，将第1名封为贵人，自居长春宫。朕还有公文要品，先走了。是。恭送皇上。都散了吧。哎。夏迎春，我落选，是你搞的鬼吧？别说的那么难听嘛，我不过是给为你画像的画师打点了双倍的利好钱，让他们把你画得奇丑无比，皇上见了就生厌。彼此警告你，以后少在我面前耀武扬威。娘娘，娘娘，你没事吧？你是？奴婢小环，是伺候娘娘的宫女，看您许久没有回宫，便出去寻找您，没想到却看到这个。娘娘，你别担心，奴婢这就陪你去告发夏贵人，否则你以后跟他同住一宫，指不定要受什么欺负呢。倒是个忠心的，不必了。因为这第1名就是我故意让他抢的。先生是收了夏姐姐的利好钱，才将南星画成如此模样吗？臣不知道您在说什么。只是，娘娘，求您放过小翠，朕一定把娘娘画得美若天仙，弥补臣的过失。我要你将我画的更丑。为何？或许明天就会有答案。不好了，殿选第1的安贵人出事了。皇后，这么多年了，你的手段依旧没变。说是我成了这第1名，恐怕今日悬在这树上的人就是我。所以，在我没有得到皇上的宠幸之前，一定要小心行事，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。
可皇上每天都忙于朝政，除了偶尔去皇后娘娘宫中坐坐，最近都很少来后宫了。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得到皇上的宠幸啊？今晚，今晚，今晚我就会让皇上对我魂牵梦绕。娘娘，您不是说今晚就能得到皇上的宠幸吗？这都快亥时了，怎么还不去见他呢？我为何要去见皇上？我要让皇上来见我。啊？小环，你可知这为什么叫落英宫？因为这里紧邻着一片樱花树。不错，但鲜少有人知道，这片樱花树林是皇上生母所种，因此每月15，皇上都会独自来到这片樱林，而这便是让他见到我的最好时机。真是高山流水遇知音，阁下寻艺精湛，何不一见？既是知音，又为何相见呢？她是女子，你是哪个宫的？叫什么名字？等下次有缘时，我就告诉你什么名字。娘娘，您既已引起了皇上的注意，为什么不告诉他您的名字？小环，你觉得这世上最好吃的东西是什么？是糖葫芦。笨蛋，是想吃又吃不到的东西。我就是让皇上好奇，又不知道我是谁，那么他就会对我魂牵梦绕。娘娘，您可真英明。走吧。皇上有命，宫中所有宫女乃至嬷嬷来养心殿门口排队吹嘘。行了行了，别吹了。这吹嘘的人到底是谁啊？能把皇上迷成这样，还把宫中所有的女人都招过来亲自辨认，搅得整个皇宫天翻地覆的。这无论是谁啊，都要一步登天了。哎呦，行了，祖宗哎！表妹进宫都这么久了，连皇上的衣角都没摸过，还比不过一个身份不明的吹嘘女。再这样下去，恐怕连和你同住的沈答应都要比你更早接触皇上。这个表姐放心，皇上看了画像之后，只会认为沈南星是个丑八怪，他这辈子都别想得宠了。其实，奴婢有一个猜测。娘娘这招可真厉害，皇上这几天找您找的都快发疯了。奴婢从小就在宫中伺候，从来没有见过皇上为哪个女人这么着迷过。毕竟
对于男人来说，妻不如妾，妾不如偷，偷不如偷不着，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。我不吊足他的胃口，他又怎会对我渴望？不过再耗下去，皇上就要失去耐心了。我已叫人传信给皇上，说今晚在皇宫凉亭的东南角相会。我们走。你们还想走？你们都给我站住！你们都给我站住！你来干什么？要不是翠果给我报信，我还不知道皇上这些天大费周章找的狐妹子，竟然就藏在我的宫里。给我上！你就是靠这个勾引到皇上的。我让你吹，让你吹，让你吹！翠果，给我把宫门锁上，今晚不准这小贱蹄子迈出宫门半步。是。谢谢妹妹替我创造了机会，今夜我会替你去凉亭与皇上相会的。待我得宠后，我再来好好的答谢妹妹。娘娘，该怎么办？他今晚一定去争宠了。他抢不了，因为今天晚上皇上根本就不会去凉亭，我就是为了把他支开，诓他的。今晚皇上只会来落英宫。世勋如今都被砸了，我们该如何引得皇上来呢？皇上，还没找到。奴才无能，翻遍皇宫也未能找出一个能用熏吹出那首曲子的女人，请皇上责罚。罢了，朕这几天也是昏了头了，为了找一个女人，把皇宫都弄翻天了，实在不该，以后都不用找了。就是这首曲子，奴才听着声音，似乎是从附近的落英宫里传来的。落英宫不是有人住的吗？怎会上锁？谁啊？
还以为那晚你不肯露面是因为貌若无颜，想不到竟是这样的美人。是因为我是皇上的嫔妃，非礼勿视，你还是快离开吧。朕看自己的女人，有何非礼可言？你是参见皇上。这次总可以告诉朕你的名字了吧？臣妾沈南星。你还会吹这个？臣妾会吹的。还多着呢，要试试吗？怎么试？朕今晚都要看看你这张小嘴到底有多会吹。让内务府在明早前准备好赏赐的珠宝首饰、绸缎衣裳，都要最好的。还有，以后啊，对洛英公这位客气点儿。公公，这位娘娘今晚才刚侍寝，准备这些有必要吗？我服侍皇上这么多年了，从未见他对哪位妃子这么上心过。你且等着看吧，这后宫啊要变天啦！真是肤如凝脂，艳若春桃。这后宫里有一个如星儿这般才貌双绝的美人，朕怎么就一直没发现呢？没发现才好呢。皇上龙精虎猛，昨天晚上可把臣妾累坏了。那星儿要什么赏赐，朕一定好好补偿你。星儿想要皇上把星儿升为贵人，将夏姐姐贬为答应。朕问过无数妃嫔这个问题，可他们听完无一不唯唯诺诺地说无所求。怎么就你这小妮子这么大胆，张口便敢要朕干这干那？皇上是天子，天子想要臣妾讨赏，臣妾怎能不讨？再说，臣妾跟皇上定情那晚所吹的嘘，就是被夏姐姐弄坏的，臣妾实在气不过。原来当初害朕差点找不到星儿的是他。仔细一看，你这屋里连个摆设都没有，连宫女的住处都不如，这也是他干的。好，朕便降他为答应，升你为贵人。从此，这洛阴宫的一宫之主就是你。星儿可还满意了？贱人，竟敢骗我！我在那凉亭等了一夜，连皇上的影子都没见着。姐姐回来了，你的东西我都给你清理出去了，你自行搬去偏殿吧。贱人，你疯了！啊！你敢打我！昨天晚上，姐姐说，如果你被皇上宠幸了，你就要报答妹妹。可不巧，昨天晚上皇上宠幸的人是我。什么？这一巴掌就是我对你的答谢。谢谢姐姐给我腾出地方了。昨天晚上皇上对我满意的不得了，还给我升为了贵人，给姐姐贬成了答应。如今我才是这洛阴宫的主位，我要住这儿，你敢不给？我们走着瞧。娘娘，我们刚才做的是不是张扬了些？她可是皇后娘娘的表妹啊，你不怕她去跟皇后娘娘告状吗？我要的就是她跟皇后告状。啊！如今我已侍寝，又连升2级，皇后无论如何都会盯上我。我如此表现，反而会让皇后觉得我是一个张狂笨人，从而对我放松警惕。
原来如此，我和皇后间的较量，现在才刚刚开始。你们不过是几只蝼蚁。低头瞧，当年被你撵进地里的蝼蚁，如今正顺着你鞋底的暗纹爬上来。从今天起，我会让你活着尝尽剜心之痛，眼睁睁看着自己一寸寸烂成腐土。你做好觉悟了。娘娘，娘娘，那贱人如此欺负，您不能不管。快快起来！你是本宫的表妹，本宫一定为你做主。谢你，谢表姐。娘娘，您这表妹一看就是个蠢的，您真要帮着她对付那沈贵人？只不过是刚得宠便恃宠而骄的贵人，也值得本宫费心。这些年在宫里，偶尔得宠的小嫔妃还少吗？只要她没怀上龙子，就不足为惧。李嬷嬷，去把本宫的东西拿过来。是。本宫不仅不会对付她，还会给她送上一份大礼。恭贺沈贵人进位之喜，皇上特赐南海夜明珠1颗，象牙2对，骡子带6壶，黄金玛瑙若干。奴婢们恭祝沈贵人恩宠常在，福泽一生。都起来吧。谢贵人。娘娘，不只是皇上，各宫的娘娘都送来了礼物。这是娴妃娘娘送来的玉兔，这个是丽嫔娘娘送来的金步摇，还有这个是……这是个什么？木人偶？这是小时候师父做来哄我睡觉的木人偶，是师父联系我了。莫贪珠色暖，香生花易残。师父是想告诉我什么？老奴是奉皇后之命来给沈贵人送上贺礼。这玛瑙手串价值连城，举国上下仅此1条，是皇后娘娘特意为贵人寻来的。怎么，贵人是瞧不上吗？臣妾不敢，臣妾谢过皇后娘娘。贵人可要时刻佩戴，以免辜负皇后娘娘一片心意。香生花易残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娘娘，这手串是有什么问题吗？这手串浸泡过麝香，佩戴久了，恐怕无法孕育子嗣。啊！可若是您要是不佩戴，皇后娘娘定会说您藐视中宫，这可怎么办？你今日为何戴了耳环？是想学狐妹子勾引皇上不成？给我摘下来！娘娘饶命！翠果，娘娘饶命！给我打烂他的嘴！娘娘饶命！娘娘饶命！娘娘饶命！放心，我自有办法，不仅不会让皇后得逞，还会让她引火烧身，在皇上面前露出真面目。娘娘，自从您得宠之后，各宫的所有嫔妃都排着队来巴结您，这珠宝首饰都带不过来了呢。只不过是一些庸俗的玩意儿罢了，都不及这玛瑙手串半分。
这手串啊，是找高僧开过光的，说是戴上这个手串啊，就能早日怀上龙子呢。您若是能怀上龙子，那岂不是……啊！你们干什么？没什么，只是看这手串实在好看，借来看看罢了。看完了，该还给我了吧？可越看，我越发觉得它跟我投缘，仿佛天生该长在我手上一般。不如妹妹就物归原主吧。你还想怀上龙子？门儿都没有！好戏要开场。臣等恭贺皇上生辰吉乐，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众爱卿免礼。今日就连久居病中的玉贵妃都来了。这就是曾盛宠10年不衰的玉贵妃。皇上寿辰，臣妾怎能不来呢？为何她总给我一种熟悉的感觉？你这个小丫头，怎么一直盯着本宫看？是贵妃貌美，臣妾一时看呆了。星儿，到朕身边来。是。皇上，最近迎春妹妹也总跟本宫说想亲近皇上呢，要不然叫她也过去吧。良久伤身，这是臣妾提前给您温好的酒。谢谢妹妹为我替皇上温好了酒。皇上，臣妾来为您喝。果然重器。这手串怎会在他手上？3、2、1。皇上，怎么会请公子？这真是有伤风化。咱们皇上啥时候变成这般沉迷美色、藐视朝政的昏君了？皇上，怎么会请公子？皇上，皇上，传太医！太医，皇上这是怎么了？为何在殿前做出如此失仪之事？皇上的身体并无大碍，只是这温好的鹿茸酒本就补身，皇上喝了酒又闻了麝香，这才情不自禁失了天子的威严。宫中好端端，怎么会有麝香？这麝香的味道，就是从这个手串里散发出来的。这玛瑙手串被麝香浸泡过，分量可使女子终生无虞。夏答应随身带着这种残害龙嗣的东西，居心何在？哟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皇上，这手串不是臣妾的，是沈贵人的，是他要陷害我。大胆！这手串
是皇后娘娘赐予臣妾的物品，只是被姐姐抢了去。难道你想说，皇后娘娘赐予嫔妃的礼物还有麝香吗？皇后娘娘，这次如何应对？皇后，这手串真是你送给星儿的吗？是。朕看你贤良淑德，才让你做了皇后。就是这样替朕协领后宫的，真是枉费朕的一番信任。皇上息怒，臣妾出身高贵，怎么会做出如此肮脏之事？这其中一定有误会，请容许臣妾仔细询问一二。夏答应，你要不再仔细想想，这手串是不是动了手脚？表姐，真的不是我。再仔细想想。不好。皇上，这手串是臣妾动的手脚。臣妾记恨沈贵人，所以才会怀恨在心，想要陷害他。你为了争宠，竟在宫里做出这般下作手段，把他打入冷宫，终身不得侍寝，以儆效尤。皇上，我错了。皇上，皇上，如此殊仪，总算不枉费皇上的信任了吧？罢了，朕今晚就去你宫里，届时给你好好赔个不是。那淑仪一定好好等着皇上。恭送皇后娘娘。想跟本宫斗，你还差得远。娘娘，真可惜，本来马上就可以揭穿皇后娘娘的真面目了，关键时刻这个夏迎春替她顶罪，算她运气好。这可跟运气没关系。那是为什么？皇后娘娘腰间挂的是夏迎春父亲的玉牌和母亲的香囊，她等于把夏氏一族的命都全部捏在手里。再仔细想想。夏迎春见了此物，自然便明白，如若她不帮她顶罪，那么全族的人都会遭受灭顶之灾。可是皇后娘娘的表妹啊，那她的心也太狠了吧！现在她不仅洗清了嫌疑，还利用皇上的愧疚之心，换来了一次惩宠的机会。这局是我钦定。娘娘，那我们现在该如何是好？奴婢听说皇后娘娘已经托人从乡间寻来了助孕药，要是皇上再让她怀上了孩子，您的处境可就更危险了。她怀不上的，皇上今天晚上根本就不会临幸的。论计谋，也许我比不上他，但要论勾引男人，我还从未失过手。娘娘，真可惜，本来马上就可以揭穿皇后娘娘的真面目了，关键时刻这个夏迎春替她顶罪，算她运气好。这可跟运气没关系。那是为什么？皇后娘娘腰间挂的是夏迎春父亲的玉牌和母亲的香囊，她等于把夏氏一族的命都全部捏在手里。再仔细想想。夏迎春见了此物，自然便明白，如若她不帮她顶罪，那么全族的人都会遭受灭顶之灾。
可是皇后娘娘的表妹啊，那她的心也太狠了吧！现在她不仅洗清了嫌疑，还利用皇上的愧疚之心，换来了一次惩宠的机会。这局是我钦定。娘娘，那我们现在该如何是好？奴婢听说皇后娘娘已经托人从乡间寻来了助孕药，要是皇上再让她怀上了孩子，您的处境可就更危险了。她怀不上的，皇上今天晚上根本就不会临幸的。论计谋，也许我比不上他，但要论勾引男人，我还从未失过手。本宫贵为皇后，竟还得用这种见不得人的民间法子助孕。娘娘，您就忍忍吧，只要今晚能怀上龙子，这一切都值得。皇上，去皇后宫中的龙撵已经给您准备好了。皇上，怎么了？无碍，不过是只小野猫，让朕好好安抚安抚它。是。朕的小野猫，你可知道朕一会儿是要去皇后宫中的，连皇后的宠都敢捉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星儿只是怕皇上路上无聊，特意来陪皇上，怎能算是跟皇后争宠呢？不过，皇上能不能忍住？一会儿到了皇后那儿，还有没有精力去宠幸皇后？那星儿可就不知道了。星儿，这是在质疑朕的能力。皇上，请过来证明自己吧。传世金樽与人生自比感恩，点头半拉所有爱，有的是心甘情愿，任烽火里失散，轻蔑生活绕山。皇上怎么还不起床？臣妾可好等。这里面是谁的声音？参见娘娘。妹妹来了，先去上炷香吧。是。让丫鬟在外面候着吧，咱们姐妹俩说些体己话。不知皇后娘娘叫臣妾过来，所谓何事？本宫只是觉得妹妹最近服侍皇上有些辛苦，加上之前手串的事，险些让妹妹遭受牵连，所以特意让小厨房给妹妹熬了参汤。给妹妹赔个不是。
看来妹妹是不打算原谅本宫。这下妹妹总该放心了吧？臣妾不敢怀疑皇后娘娘，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你是不是觉得很奇怪？为何明明没有喝下汤药，却感到口干舌燥，浑身无力？你知道我没喝。从一开始有问题的就是这香。这个参汤只是障眼法，目的是为了分散你的注意力。接下来你就好好享受吧。娘娘，世轩，这里不需要你伺候，出去。是，我看娘娘很快就不需要。不是太监，是不是？娘娘一会儿就知道。没想到这木让我的熏香能压制迷情香的药性，师父又救了我一次。娘娘，你没事吧？娘娘，你没事吧？娘娘，没事。那咱们快走吧。听着动静，应该是皇后带着皇上来捉奸了。娘娘，你这是做什么？既然是皇后精心设计的一出戏，你身为主角，怎能擅自离场？我要让皇上在这出戏中看出我的真理，让这个贼喊捉贼的人作茧自缚。皇上，千真万确，臣妾刚刚看到沈贵人和那个狂徒就在佛堂里面颠鸾倒凤，如同做了夫妻一般。星儿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臣妾不小心中了媚药，没想到这太监竟是个没有净身的男人，他想非礼臣妾，臣妾把他砸晕了。这就是你说的颠鸾倒凤？我看你是在颠倒黑白。我给他用的是最猛的催情香，不与男人交欢的话，最多半刻钟便会暴毙身亡。他在骗人，可臣妾刚刚明明看到他跟那个男人在屋里做见不得人的勾当。妹妹该不会是故意砸晕狂徒，来掩盖自己的行为吧？皇后娘娘，臣妾没有，你冤枉臣妾了。皇上，臣妾愿意以皇后之位作保，刚刚所言真实不假。不如我们找一个太医来验一验，看看妹妹的体内有没有那狂徒留下的东西。皇上，这样的眼神对女子是极大的侮辱，你不能这样对我们家娘娘，我们家娘娘承受不住的。这法子确实对妹妹有所折辱，但是也能证明妹妹的清白，而且还能保全皇家的颜面啊。若是妹妹执意不肯验，恐怕不是为了所谓的尊严，而是你做贼心虚不肯验。皇上，星儿只听您一个人的，您想让星儿验吗？皇上，这么多双眼睛看着呢，若是不验的话，恐难以服众啊。验吧。好，那就验。沈贵人，
那微臣便多有得罪了。如何？他体内可有那狂徒留下的东西？娘娘干干净净，没有任何与男子交换过的痕迹。什么？什么？星儿，朕就知道你不会听。这怎么回事？不碍事的，臣妾中毒了之后意识模糊，无法保持清醒，所以我用簪子撕破了手掌来保持清醒。除了皇上，我不会让第二个男人碰星儿的。都怪朕不好，居然怀疑星儿，让你受到了这般大的侮辱，是朕不好。怎么可能没有？你再看仔细一点。够了！你还要胡闹到什么时候？星儿为了保护自己，把手都划成这样，连太医都说星儿是清白的。朕倒想问问皇后，你刚刚信誓旦旦地说自己看到的那场景是什么？没有，不是的，我真的看到他刚刚明明……臣妾明明怎么了？臣妾也觉得非常不解，为什么皇后娘娘这么笃定这个男子一定会对臣妾做什么？难道这一切并非偶然，而是娘娘安排好的？沈贵人说笑了，本宫贵为皇后，怎么可能对一个小小的贵人下手？是啊，这没有证据的事，贵人可不能血口喷人呢。何事如此喧哗？看来我的证据来了。何事如此喧哗？玉贵妃怎么来了？回皇上，臣妾近来一直在这佛堂静养，刚刚跟皇后带来的一个面生小太监借了些香烛，现在来还。啊，就是这个小太监，他怎么躺在这儿了？原来这所谓的狂徒，竟是皇后带进宫的。不过这屋里今天熏的是什么香啊？味道如此特别，跟之前佛堂所用的檀香味都不一样呢。这是最烈的催情香，一般只有怡红院的老鸨会给第一次接客的姑娘用。此物甚贵，怎会出现在这佛堂重地？昔日就是皇后娘娘让我家娘娘来这佛堂礼佛的。自娘娘踏入这房间，这香便一直点着。皇上，您听臣妾解释，臣妾真的没有。我就说你怎么那般笃定星儿与外男有染，甚至不惜以皇后之位来发誓。原来这一切都是你设的局，贼喊捉贼。皇后娘娘，星儿与你无冤无仇，你……太医，星儿到底怎么回事？此物威力甚猛，闻了香的女子，若在一定时间未与男子交欢，便会有生命危险。娘娘恐怕是已经撑不住了。星儿坚持住，这就去给你解毒。传朕旨意，皇后心思狠毒，残害嫔妃，夺取其凤印，剥夺掌管六宫的权利，禁足宫中，无诏府得出。再有下次，皇后你就别当了。贱人，只要本宫还活着一天，就一定不会让你好过。
皇上，要不要再来一次？皇上你真坏！心儿的毒明明早就解了，皇上。心儿还以为永远都见不到皇上了，没想到现在还能在皇上怀里，真幸福啊！皇后确实太不像样了，还好朕及时赶到，这才没有酿成大祸。可心儿还是怕，万一以后皇上没有及时赶到来救我，那可怎么办？明日，朕便小谕六宫，晋你为嫔，封号荣。朕会告诉所有人，朕的心儿配享一切荣华富贵，看宫里还有谁敢对你下手。娘，今天是您的忌日，可杀害您的凶手还活着，您耐心等等，心儿一定让害死您的凶手下去给您赔罪。敢在这皇宫禁地私烧纸钱，你可知这是大不敬？荣嫔才刚刚进位分，就犯下如此大错，就不怕被皇上知道？那贵妃娘娘会告发我吗？我与荣嫔素不相识，为何不会？师傅，抓到你了！你在说什么？本宫听不懂。我会怀疑师傅是从收到这个木人偶开始的。他不仅提醒我，让我提防皇后送我的麝香手串，上面有熏了能解开皇后媚药的香。那个时候，我便一直怀疑，如此了解皇后之人，一定久居深宫。接着是佛堂那次，臣妾近来一直在这佛堂静养，刚刚跟皇后带来的一个面生小太监借了些香烛，现在来还。贵妃娘娘久居佛堂，怎么会去找一个小太监借香呢？你一定是去为我作证的吧？最后，贵妃娘娘耳后怎么和师傅一样，有一模一样的红痣？哦，对了，耳朵也这么敏感，所以这句话应该是我问贵妃娘娘。南星与你素不相识，你为何培养我10年，助我进宫为母报仇？因为我欠你娘亲一颗糖。那年我刚起阶，有个两情相悦的心上人，父亲为了送我进宫换个好仕途，竟不惜害了他满门，让我死心。我买了一包毒药，浑浑噩噩走在路上。我不怕死，只是怕苦。于是便找到一旁小摊，想跟摊主讨块糖。你好，想要什么？请问
您可以给颗糖吗？糖？哪儿来的叫花子呀？想免费吃糖？要想换糖，就给我干活来换吧。过来，来坐，坐呀。帮我尝尝，这面是咸还是淡呀？熟透的夜深，等一盏清晨转可以早晨，几番坠入的凡尘，嫉妒这生的再帮我尝一下，这个茶烫不烫？谁在等？那你拿着它去那边给我看店去，别耽误我做生意。我在认真信仰的部分，炼成一部会救人，百年浮沉如见证，谁守护一生不过爱。我吃饱喝足，又晒着太阳，一时竟忘了自己来讨糖的目的。舒服吧？人要是死了，这么好的风和阳光可就看不到了。我能用这颗糖换你手里那包药吗？都会过去的，只要活着，就一定还有希望。我这块糖可贵了，不是一包药就能换的，你以后必须还我啊！我呢，马上要到国公府当差，不如这样吧，5年之后，你到国公府来找我，我等着你。我听了他的话，真的好好活着，努力的感受风和阳光。可到了5年后，我去到国公府时，沈三娘在吗？沈三娘早就被小姐放狗活活咬死了呀！她那女儿也给扔到后山喂狼去了，哎，好可怜啊！哎，你干什么去啊？去后山。所以你不必怀疑我为何会救下你，教你争宠的本事，助你进宫复仇。因为我还欠你母亲1块糖呢。担心一定手刃皇后，为母亲报仇。还好皇后被禁锁，又被夺了凤叶，离成功那日不远了。这就是我今天来这的目的，我就是想要告诉你，皇后今晚就会被解除禁足，协理6宫的权力将会还给你。什么？怎么可能？邻国公权倾朝野，朝中大臣一多半都是他的门下之客。皇后的兄长刚刚又平定了南境，立下汗马功劳，皇上怎会在这个时候扣着他？他母家力量强大，嫔妃之间的小打小闹，只要不出人命，恐怕都奈何不了他。那如果他残害龙嗣呢？进
本宫这么几日你就怀上了？他久居深宫，霸占皇后之位这么久，却一直没有孩子，想必是不孕之体。如果让他知道我是本朝第一个怀上龙子的人，他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，一定会对我下手。到时候我们借力打力，让他出去。只是还需要师父配合。怎么配合？坐。今日乃家宴，朕找你们几个人，想说些提己话。杏儿，当日之事，朕知道是皇后对不住你，可她已经好好反省，这后宫没了她打理，近来也是乌烟瘴气，朕便提前减了她的进度。你没有怨言吧？臣妾明白皇上的良苦用心，不会有怨言。本宫敬妹妹一杯，还望妹妹宽宏大量。喝下这杯酒，你们也算是握手言和。看来妹妹还是心里有气，不愿喝呢。难道妹妹连皇上的话都不听了吗？星儿，别让朕为难。荣嫔妹妹，就算对本宫再有怨言，也不至于如此吧？星儿，你今天是怎么了？如此任性不懂事。回皇上，杏儿并非不愿喝下皇后娘娘的酒，只是已有身孕，无法饮酒。这是真的吗？已经让太医把过脉了，还说看脉象，怀的是个小皇子。怀的是个小皇子呢。恭喜皇上，贺喜皇上！还是个小皇子，朕终于有自己的孩子了。这可是本朝第一个皇子。星儿，你是朕的大功臣。传朕旨意，荣嫔孕育皇子有功，晋为荣妃，一切赏赐都按最高规格准备。是。谢皇上。不过妹妹所居住的落英宫潮湿偏远，不利于养胎。皇上应尽快给妹妹换个好的住处才是啊。贵妃有心了，只不过该换去何处呢？臣妾听说皇后所居的寿康宫是大师算过的风水宝地，可有子嗣康健。皇后进宫10年无所出，住着也是浪费。姐姐，都怪妹妹心直口快，姐姐不会生气吧？无妨，贵妃说的有理。那星儿怀孕这段时间就住进寿康宫了，辛苦皇后暂时搬出来。是皇上。臣妾还听说皇后身边的李嬷嬷最擅长伺候月子，不如把她一并赏给妹妹。贵妃真是思虑周全。皇后的脸色怎么这么难看？该不会是舍不得吧？怎么会呢？本宫是在替妹妹高兴。如何？已经1周过去了，皇后还是没有什么动静吗？没有，大概是上次被罚之后，她学乖了，明面上还不敢搞什么动作。不是才刚刚睡过一觉，怎的又困了？大概是怀孕辛苦，最近总是嗜睡。
也没什么精神。不对，我这就叫太医过来给娘娘看诊。等等，太医院上上下下都长着同一条舌头。她是皇后，她若存心害你，那太医的话也未必可信。你且等着，我悄悄从宫外找个郎中来。先生，我家娘娘到底怎么了？娘娘最近是否在服用安胎药？是。小环，把药包拿来。啊，原来如此。娘娘最近嗜睡易疲劳，那是因为娘娘中毒了。只是这毒性轻微，无易被发现啊。什么？您看，这副草药里边，阿胶与黄芪，它确实是有安胎的功效。可要是再添上一味草乌，那可就是毒药。可是这药方是皇上亲赐的，每天煎药也都是我盯的，这草屋是怎么进去的？小环，去把娘娘的药罐拿过来。裴先生，这药罐比寻常的药罐颜色要深一些呀。哦，我明白了，那个人一定是将这个药罐在草乌汤里面煮过呀。这样，每当用这个药罐煎药时，草乌便会渗进药里，神不知鬼不觉。是，这样下药毒性轻微，就算娘娘感觉到不适，那也只会以为自己是怀胎的辛苦，就是其他的大夫也无法察觉。但是等您生产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只怕会生产出一具死胎。真是心思缜密，要不是我对他早有防备，也真发现不了。能在药罐里动手脚，此人必是内鬼。可我们该怎么揪出这个内鬼啊？不急，小环，陪我演场戏。这好好的药罐怎么给扔了？娘娘嫌用太久，想换个新的。你管这个做什么？啊，我就随便问问。果然是你，老奴不懂娘娘在说什么。我故意让小环当着众人的面丢了那碗有问题的药罐，就是为了调你出来。今日你一个人来了小厨房，还有什么好狡辩的吗？皇后让你做这件事情多久？此事是老奴一人所为，与皇后娘娘绝无关系。是吗？不知道你5岁大的儿子同不同意你说的这句话呢？别，娘娘，我说，是皇后娘娘让老奴给娘娘的药罐里动手脚的。娘娘，咱们总算是抓了皇后娘娘的把柄，这就把她押去皇上那儿。在我的安胎药里加入这个，就可以让我悄无声息的流产。是。给我。娘娘，你疯了！
你这么做就不怕孩子出事吗？你就是让我的孩子出事。皇后每天给我下那么小的剂量，根本没什么影响，皇上怎么罚？只不过又是一次小打小闹罢了。师傅，放心，我已经算过了，这一包草药的剂量还不足以让我流产。这次一定要保证轻，万无一失。傻丫头，小环，一会儿给我梳妆。皇后娘想让我的孩子悄无声息的死掉，今日的中秋宴，要当着众目睽睽之下，将下毒之事公之于众。间关莺语花底滑，幽夜泉流冰下难。皇后的琴艺真是数十年如一日的惊艳。皇上喜欢便是。每年中秋都是由皇后夫妻，难免无趣。皇上，臣妾倒是有个提议。臣妾的这个盒子里写满了各宫妹妹名字的纸条，不如我们就用抓阄的方式，臣妾抓到谁的名字，就由哪位妹妹上前表演一个才艺，如何？玉贵妃别有闲趣，就按你说的办吧。这第一位献艺的妹妹是容妃。星儿怀有身孕，恐怕不便献艺吧？没事，臣妾每天都喝着皇上送来的安胎药呢。太医也说臣妾脉象很稳，就让臣妾和大家一起娱乐娱乐吧。你到底还有多少惊喜，是朕不知道的？血，好多血！血，怎么会流血呢？传太医！臣妾每天都喝皇上送来的安胎药，身体并未察觉有什么异常。回皇上，娘娘近来喝完安胎药便很是嗜睡，精神也不太好。奴婢以为这是有孕之人的正常现象，可现在想想，会不会……难道真有人害臣妾？将寿康宫中所有能接触到这安胎药的下人，统统给朕带上来！到底是谁在星儿的安胎药中动了手脚？不说，那就拖去慎刑司严刑逼供，直到有人愿意承认为止。皇上手下留情，都是皇后娘娘让老奴每日在容妃娘娘的安胎药中下毒的。皇后娘娘，你怎么能这么对臣妾？上次你用毒计陷害星儿清白，真是看在你父兄立下汗马功劳的份上，才饶了你。没想到你却变本加厉，连朕的龙嗣都敢下手了。臣妾没有。如今人证物证俱在，你还要狡辩？看来这皇后的位置
是不想要了。这下可以证明臣妾的清白了吧？不对，他怎会如此笃定？难道……微臣来迟，请问是哪位娘娘身体有恙？帮朕看看这碗安胎药有没有问题。在下判断之前，能否让微臣先给娘娘诊治一番？星儿身体如何了？怎会突然落红呢？回皇上的话，这安胎药没有任何问题。容妃娘娘落红，只是因为……根本就没有怀孕，所以来了月事。不可能，我不可能没有怀孕。这个安胎药里明明放了草木，你再仔细看看。是吗？刚才李嬷嬷说在你的安胎药里下，可是她没说下的是什么毒。难道是你假装怀孕，指使李嬷嬷在安胎药里面下了草木，自导自演了这么一出戏，好栽赃陷害本宫是吧？我没有，如妃娘娘，老奴已经按照你的要求去陷害皇后娘娘了，求求你放过老奴的儿子吧！不是的，报！臣等奉命去容妃娘娘宫中取安胎药时，正好看见这个宫女正鬼鬼祟祟的藏起来什么，拿来一看，竟然是写着皇后娘娘名字的五谷人偶，上面还扎满了针。皇上，臣妾绝对不知情。证据确凿，妹妹竟然还想抵赖。皇上，这一桩桩一件件的事，若非是想置臣妾于死地啊！皇上，臣妾真是被人冤枉。争宠陷害皇后，再加上妄行宫中最忌讳的巫蛊之术，这终究是骗我。因为你出事，将你宠得无法无天，这才酿成今日的大祸。传着指令，废除容妃封号，囚禁落阴宫，永世不得出。皇上，求皇上三思，臣妾。拖出去！皇上，皇上！
天气已凉，怎么穿得这么单薄？怎么有闲心来看我这手下败将？把我害进这里的，不就是你吗？师傅，哦不，贵妃娘娘。你怎么猜到是我呢？从我进宫起，娘娘的局就已经开始了。皇上每宠幸一次，她便会绽放一次。等它全部盛开之时，你就会怀孕。是你从一开始就告诉我，让我真的以为自己怀孕，甚至都没有找太医查看。她是皇后，她若存心害你，那太医的话也未必可信。你且等着，我悄悄从宫外找个郎中来。也是你从宫外找来的郎中告诉我，安胎药里有毒。这安胎药里明明放了草窝，你再仔细看看。难道是你假装怀孕，自导自演了这么一出戏，好栽赃陷害本宫是吗？至于那些巫蛊玩偶，更是只有每天都来的你能够放到我宫里。贵妃娘娘真是下得好大一盘棋，可是南星不明白，你秘密培养了我10年，救了我1命，现在又为何把我拖进深渊？从一开始，你不过就是我为了扳倒皇后所设下的一颗棋子。本宫和皇后几乎是同时进宫，凭什么如今她是母仪天下的皇后，而本宫只是区区一介贵妃？就因为本宫的家世不如他们，所以本宫需要一颗新的棋子。你年轻貌美，对皇后恨意滔天，自然是最好的选择。什么好运莲啊，当然是骗你的，你只不过是区区一颗棋子，本宫怎么会让你用上这种好东西？只是没想到你进宫后势头这么猛，眼看着就要宠冠6宫了。本宫要是再不出手，别说皇后了，就连本宫的地位也不保。可你明明说了，你会培养我进宫，是因为我要给你的那块糖。假的，随和。那我们这10年的相处呢？我也想吃。你也想吃啊？你这小傻瓜！你小时候给我讲过的故事，一起看过的落花，你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光，那些都是假的。我杀了你啊！好啊，那你就杀了我。沈南星，你记住，在这后宫里，不是你杀别人，就是别人杀你，你还是如此的心软重情，能落得这样的下场，也是咎由自取。好好享受你在冷宫里的生活。我一定会靠自己复仇，让你们所有人都付出代价。
怎么会有樱花花瓣？回皇上，咱们走到樱花林了。樱花林。皇上，这已经是您这个月第5次走到和容妃娘娘初见的这片樱花林来了。要顺路去乐音宫看看容妃娘娘吗？笑话！沈氏如今已被废去名号，乐音宫也早就成了冷宫。别说是去看她了，就是她死了，跟朕都没关系。不好了，有人落水了！谁落水了？好像是落阴宫里的那位娘娘。什么？皇上！皇上！朕不过让你去冷宫反省，你搞轻生这一套是做什么？是想威胁朕吗？臣妾，臣妾只是去湖里找一个很重要的东西。你又不会水，你去湖里找什么东西？难道那东西比你的命还重要？当然，因为这是星儿和皇上的定情之物。这勋不是被夏常在给摔碎了吗？星儿收集起了他的碎片，把它一片一片的粘好了。被打入冷宫后，星儿身上所有财物都被工人抢光了，只有这个勋。不管怎么样，星儿也不愿拿出来。他们恼羞成怒，所以便把这勋扔到了湖里。星儿就是拼死也要把它抢回来。傻星儿！皇上，为了救星儿，衣服都打湿了，得快点换下来，不然该得风寒了。反正都湿了，不如星儿一起脱了吧。皇上，星儿要是怕朕得风寒，那就陪朕做点别的事，让身体热起来。都给我机灵点儿！这位娘娘怕是要复仇了，还不赶紧准备准备？是。瘦了，是下人苛待吗？在冷宫中，地位比宫女都不如，自然人人都能来踩一脚。你当初毕竟做出那般祸乱后宫的荒唐之事，朕不罚你，怎能服众？皇上，星儿知道我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，但是这个……你疯了！竟还将这不祥的巫蛊人偶随身携带？是侍卫从星儿宫里搜到的。这缝制娃娃的金线是贵妃以上的品级才能用的，可是当时星儿只是一个小小的妃翁，怎么可能用上呢？确实啊。还有假孕一事，也是贵妃娘娘在民间给星儿找来的中医，让星儿相信自己真的怀孕了。皇上，你想想，倘若星儿真的有心骗你，干嘛不跟太医串好供词，让太医来揭发我？够了，事情这样也都是口说无凭。这皇后娘娘放过我，不要杀我！谁？江公公不是说了吗？不让人靠近这里，是谁这么大胆？求求你，放过我吧！是你，夏姐姐。皇后娘娘放过我，不要杀我！他是怎么了？估计是在冷宫关疯了。手串里的麝香是我放的，你告诉皇上，与您无关。他刚刚是说当初手串的事。夏姐姐，当初
那个麝香手串是谁让你放的？请皇后娘娘放过我的母家，都是我做的。看来当初的麝香是皇后做的。看来之前你假孕时，8成也是她故意陷害的。朕从前以为她贤良淑德，如今才发现相伴10年，至今从未看清这枕边人的真面目。臣妾有一计，让你看清皇后的真面目。朕会派暗卫守在洛阴宫，等到事情水落石出，朕就风风光光的接你出冷宫。堂堂侍郎千金，还要让你装疯卖傻，夏姐姐辛苦了。你确定这么做就能扳倒皇后，保我夏氏一族平安？不止如此，我还要一箭双雕，一并除去贵妃娘娘。参见皇后娘娘。站住！你的主子不是被打出冷宫了吗？这么着急忙慌干嘛去啊？我手里拿的是什么？这红肚兜、鞭子，这都是些什么呀？死丫头，拿这些东西干什么去？娘娘，奴婢不能说。不能说。宫女私藏污秽之物可是死罪，你就等着被杀头吧。娘娘，我说这些东西都是容妃娘娘要的。你是说废妃沈氏？是，娘娘说她有办法引皇上过来，交代奴婢务必今晚之前把这些东西送到洛阴宫去。这个贱蹄子，都打入冷宫了还不安分，老奴这就把这些东西给烧了，看他拿什么勾引皇上。不必，不过就是一个打入冷宫的妃子，本宫会让她这辈子都见不到皇上。娘娘的意思是，想活命的话，照常把这些东西送进去，别透露今日见了本宫。是。娘娘，果然不出你所料，皇后娘娘已经对你起了杀心，今晚就会动手。戏台已搭好，现在只等我把另一位主角请上来。贵妃娘娘，还记得我们的暗号？你最好真的是有什么重要的事，能值得本宫冒这么大的风险过？能让贵妃娘娘来，自然是南心想通了。想通了？南心进宫是为了复仇，而非争宠，所以只要贵妃娘娘愿助南心手刃仇敌，那我一定帮贵妃娘娘登上后位。你一个冷宫弃妃，能怎么帮本宫？这桩买卖太不可行。我是不能，但我腹中的孩子可以。你真的怀上了？只要贵妃娘娘愿意帮我，那我将在冷宫秘密生下这个孩子，对外说是娘娘的子嗣，那娘娘登上后位就是名正言顺的事。皇后安排的刺客到了，娘娘，如果不信的话，可以来确认一下。师傅，这盘棋终究是你输。来人啊！来人啊！贵妃中箭了！
来人啊！贵妃中箭了！怎么是贵妃？不好！骗我！在这后宫中，不是你杀我，就是我杀你。师傅，这不是你教我的？很好，你的心血终于合格。什么意思？你现在终于能在这吃人的后宫中活下去了。快传太医！贵妃，你们几个给我追上那个刺客，务必找出幕后组织者。是。不必查了，皇上，臣妾知道是谁做的。是谁？是皇后。当初南星门的假孕一事，就是皇后威胁臣妾污蔑她。给南星妹妹诊断的那个郎中是臣妾找的，杀了朕的小人也是臣妾放在南星妹妹屋里。如今皇后不过是害怕事情败露，加灭狗吧。去查皇后今日的行踪，有没有见什么身份不明之人？是。贵妃放心，此事朕一定追查到底。杀死贵妃的罪，就一直皇后死地了吗？他母家力量强大，嫔妃之间的小打小闹，只要不出人命，恐怕都奈何不了。你之前做那些都是为了……师父，心儿知道错了。你这场借刀杀人用了如何？不愧是我萧玉离唯一的徒弟。师父，你别离开我。心儿不哭，师父只能陪你到这儿了。以后的日子里，一定要……师父，师父，你别离开我，师父。这块糖，我终于在多少之前，一无流年，放不伤害，若是痴人忘却。给付一切，望不愿，相逢在师父，娘娘，你总算是醒了，你都已经昏了3天3夜了。娘娘，你干嘛去啊？太医嘱咐你不能下床。我师父呢？玉贵妃她已经下葬了。娘娘，您节哀啊！你已经有了2个月的身孕，可不能这么折腾自己啊！身孕，之前太医来看过，皇上又换了好几个人来给您把脉，确实是有孕了。原来这好运莲也是真的。师父，玉贵妃，萧玉离，你到底说的哪句是真，哪句是假？娘娘，您别这样，萧贵妃要是在，也不希望看到您这样。贵妃娘娘不能白白牺牲，皇后必须死。星儿，星儿，你醒了，坐。你现在是有身子的人，万事一定要小心。皇上，
那天刺杀萧贵妃的刺客，调查结果怎么样？是皇后干的吧？是。不过你放心，此事朕一定给玉贵妃一个交代。那刺客已被朕下令处死，朕已破例将贵妃晋升为皇贵妃，事后效忠，陪葬封号，下葬的一切礼制皆以最高规格举办。那皇后呢？师傅，娘娘，你总算是醒了，你都已经昏了3天3夜了。娘娘，你干嘛去啊？太医嘱咐你不能下床。那师傅呢？玉贵妃她已经下葬了。娘娘，您节哀啊！你已经有了2个月的身孕，可不能这么折腾自己啊！身孕？之前太医来看过，皇上又换了好几个人来给您把脉，确实是有孕了。原来这好运莲也是真的。师父，玉贵妃，萧玉离，你到底说的哪句是真，哪句是假？娘娘，您别这样，萧贵妃要是在，也不希望看到您这样。贵妃娘娘不能白白牺牲，皇后必须死。星儿，星儿，你醒了，坐。你现在是有身子的人，办事一定要小心。皇上，那天刺杀萧贵妃的刺客，调查结果怎么样？是皇后干的吧？是。不过你放心，此事朕一定给玉贵妃一个交代。那刺客已被朕下令处死，朕已破例将贵妃晋升为皇贵妃，事后效忠，陪葬封号，下葬的一切礼制皆以最高规格举办。那皇后呢？娘娘，师父，我们都错了，以为只要我们怀了龙子才有所依仗。可你忘了，天子薄情，他最在乎的只有他自己。娘娘，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呀？既然无法依靠别人，那就只能靠自己。小环，你放出消息，说皇后在冷宫备受折磨，确保这个消息一定要传到林国公和林将军耳朵里。为何？他们2个为皇上肝脑涂地，如果知道家中的女眷在宫中被苛责，他们能坐得住吗？他们一定会联合朝臣上书，要求皇上把皇后给放出来。那这样也太便宜了皇后了。小环，你知道帝王最忌讳什么吗？功高盖主。自古皇帝多疑心，皇上开始忌惮他们权力之日，就是皇后的死期。一封封都是请求朕赦免皇后的奏折，朕竟不知朕的文武百官什么时候成为他林国公的家臣了。皇上处理国事辛苦了，御膳房为皇上准备了夜宵，皇上歇歇吧。是，传夜宵。这帘子怎么是苦的？御膳房就这么做事的？皇上息怒，你个小奴才，还不赶紧跟皇上解释解释？你怎么是你？自从上次星儿说错话，皇上就再没来看过星儿。星儿心里想皇上的急，又怕打扰皇上，怕皇上不愿见我，所以特意包了一盘莲子以解相思之苦。所以你就给朕准备了这盘莲子，你这是要讽刺朕自食恶果吗？
不是的，是莲子辛苦。望皇上明白，星儿思念皇上的辛苦。不行，你还怀着身子呢。太医说了，孩子月份大了，只要皇上温柔些。可星儿总是让朕情难自禁。皇上，林将军求见，说要找您聊聊皇后的事。又是皇后，又是皇后，一封封联名上书还不够，深更半夜还要打扰朕的休息。他林淑仪残害后妃，已犯下滔天大罪，朕不过把他打入冷宫，怎么是想要朕将他供起来吗？皇后娘娘，膝下无子，林国公一家也许是怕皇后在深宫中遭人怠慢。膝下无子便已嚣张至此，若他真怀上朕的第一个孩子，朕不就要被国公府一家牵着鼻子走？皇后不会的，臣妾记得皇后以前为各宫嫔妃都会有照料，还送给他们很多名贵的礼物。朕可还记得他送你的手串中有麝香。起来，让林将军请回吧，朕今夜是不会见他的。还有，通知各宫嫔妃，让他们将皇后送的礼物通通交来御书房。是。如何？回皇上，这里的每一件物品都被大量的麝香所浸泡，足以致女子不孕不育。朕正值壮年，后宫却一直无所住，朕也是百思不得其解。没想到竟然是他一个人操控的。皇后娘娘，是为什么呀？没有子嗣，对她来说又没有任何好处啊。他是要确保只有他林淑仪能够给朕生下皇子，继承皇位。他平时害死2个小妃子，朕不过以为就是捏酸吃醋的小把戏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就过了。没想到朕还没死，他们就惦记着要把这天下改姓林了。不行，林淑仪断不能留。传朕指令，今晚就将他处死。皇上，万万不可！如果你贸然将他处死，那就会打草惊蛇，让他父兄知道皇上已经知道了他们的谋略。皇上，这件事交给我。这是人吃的吗？连狗都不吃这东西。皇后娘娘真是清高啊，都沦落到如此境界了，还挑三拣四呢。你来干什么？来看本宫笑话？当然是给皇后娘娘送些好吃的。你会这么好心？当然，毕竟娘娘吃饱了才好上路。上路？笑话！本宫父兄功名在外，别说动你了，就是把贵妃杀了都没事。皇上怎么可能将本宫赐死？当然是因为你送给各宫嫔妃的礼物里含有大量麝香，涉嫌谋害皇子，控制朝纲，想让你林家的血脉登上皇位啊！本宫没有。你当然没做过，因为是我叫人提前做的手脚。你做没做过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皇上相信你做了就够了。贱人，从你进宫起就一直跟本宫作对，本宫跟你无冤无仇，你为什么就不能放过我？你何不放过我娘呢？天眼中的落英，你就放狗把他活活咬死了。但你想放了他吗？你到底是谁？我是被你虐杀的沈三娘的女儿，沈三娘。你不记得了？
这些年死在本宫手里的奴仆没有1000有800，我怎么可能会记得？原来真的只有被害的人会记得，而作恶的人早就忘光了。不记得没关系，今天我就让你记得。来人！你想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把衣服脱了，钻进这狗笼，说能撑过这一炷香，我便饶恕你。是你，你居然还活着！你记得我了？好啊，当年本宫就应该将你这个小贱种一起弄死！不肯记，把他衣服给我扒了。沈南星，你凭什么？就凭我是这宫中唯一一个怀有龙子的贵妃，而你不过是一介废后，一只蝼蚁，只配被我踩在脚下。沈南星，我是皇后，你不能动我！沈南星，启禀贵妃娘娘，罪妇已经没气了，该如何处置啊？拿一尺白绫，把它悬挂在树下，就说废后凌氏与人通奸败了，自缢于樱花树下，也确保了皇家隐瞒。是。害死您的凶手已诉命，如今只剩下害死师父的凶手。这是我送你的吉吉礼物。人家别的女孩子姐姐收到的礼物都是漂亮的衣服首饰，师父，你送我一个匕首。那些东西华而不实，而匕首却能保护你，也能在关键的时候让你一刀结果仇人的性命。师父，南星，这就让杀死你的凶手下去陪你。又是这个木生偶。南星，等你发现这封信时，师父大约已离你而去，莫有伤心。我这条命是因为你母亲才捡回来，多活一日都是赚，如今用来换你大仇得报，值当的很。千万不要做出随我而去的傻事。记住，复仇是活，活着才是续柴，别自负。去烧了这吃人的公文，用余生温暖人间，玉离绝笔。师父，南星明白了。弘治9年，先帝驾崩，贵妃沈氏之子继位，沈氏垂帘听政，辅佐新帝。然新帝年幼，难当大任。沈氏出面斡旋各方势力，平定内乱，最终登基为帝。
盖国号为李。吾皇万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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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师父，希儿做到。自登基以来，神帝改科考规定，女子亦可读书识字，考取功名，入朝为官，领兵作战，报效朝廷。陛下，这是新上任的言官。愿为陛下效忠。平身吧。谢陛下。陛下，你怎么了？没事了，只是想起了一位故人，过来帮朕研墨吧。是。千秋万代，浇花送生。这是朕为那位故人写的墓志铭。陛下，此为何意？意思是，千年万年以后，还会有人同我一样，永远都还记得你。飘散人海沧桑风景，追不上你的背影。条条上路